眼前这只小狗正一路护送三姐妹放学回家，跑快了还不忘停下来等一下，一路上尽忠尽责，妥妥的一个贴身小保镖。回到家就立马扑向女主邀功，希望主人能给点好吃的奖励一下。可让人奇怪的是，女主不但没有给吃的，反而还把狗狗赶出了家门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其实它压根就不是女主家养的狗，而是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流浪狗。小家伙跟谁都是一副自来熟的样子，并且还很不客气地把这里当成了他的家。对此女主也深感无奈。狗狗是某一天跟着自己的孩子们回来的，因为小孩们喜欢逗它玩，没想到现在狗狗就彻底赖在这里不走了，并且它的脸皮还非常厚。发现女主的小儿子在吃好吃的，二话不说就扑上去抢着吃。小男孩不肯将心爱的零食分给这个赖皮狗，结果就被狗狗撵得满院子疯狂逃窜，最后哭唧唧地跑到妈妈面前告状，狗狗这才善罢甘休。他这厚脸皮的行为让女主都蒙圈了，怎么还能和小孩子抢吃的呢？因此女主只能端来狗粮投喂他，不料人家还看不上狗粮，他认为东西要抢着吃才更香，于是又盯上了猫咪碗里的食物，毫不客气就朝着猫咪要食物。不过猫也可一点都不打算惯着他，上去就是一套九阴白骨爪。可狗狗表示自己也不是被吓大的，好在女主及时赶来阻止了这场战争。刚才不仅抢自己儿子的食物，现在还要欺负自己养的猫，女主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于是骂骂咧咧将他赶出了家门。被扫地出门的狗狗坐在路边陷入了沉思，就当大家以为他会知难而退的时候，小家伙居然再一次屁颠屁颠跑了回来。这下女主是彻底的崩溃了，想不明白这家伙的脸皮怎么这么厚。面对女主再一次无情的驱赶，狗狗一脸的委屈，随后伤心的转身离开了这里。而这一次再没有跑回来了。冷静下来的女主想想觉得刚才有些过分，于是准备出门寻找狗狗。很快就在一处拐角发现了小家伙的身影，只是轻轻的呼唤一声，狗狗就立马屁颠屁颠跑了过来，似乎已经忘掉了刚刚的不愉快。这时发现狗狗身后还跟着一位大叔，在询问后得知狗狗居然不是流浪狗，其实它是个有主人的家狗。可它为什么放着舒适温暖的家不住，偏偏还跑到别人家里不愿意走呢？原来狗主人靠种田劳务为生，根本没有富裕的时间陪伴狗狗。狗狗在家一天不是睡觉就是睡觉，而女主家的4个小孩都特别喜欢陪它玩耍。小狗把它们当成了好朋友，于是每天都会偷跑过来找它们玩。第二天狗狗又准时准点来到了女主家，可惜等了半天发现家里没人。小家伙趴在原地思考了几分钟后，就迈着欢快的步伐朝外面跑去，一路上风驰电掣。他这是要去哪里呢？10几分钟后，小家伙居然自己来到了学校。此时女主正和4姐弟在室内进行演出排练，下一秒女主直接惊呆了，因为她看见了闯进来的狗狗。为了玩实在是太拼了吧，这让在场所有人都哭笑不得。不过大家也没有在意，开始继续排练。狗狗见没人搭理自己，居然从袋子里翻出一块肉排骨，随后大口大口享用起来。小男孩发现自己的午饭被一只狗偷吃了，当场委屈的哇哇大哭，这下他可算是惹众怒了。随后大人和小孩一起骂骂咧咧将他撵了出去，被赶出来的他又屁颠屁颠跑回了4姐弟家，决定在这里等他们回来陪自己玩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快要睡着的狗狗听到远处传来的脚步声，以为是孩子们回来了，于是激动的准备上前迎接，可下一刻就跟见了鬼一样，吓得夹着尾巴灰溜溜的往回跑，似乎看见了什么很可怕的东西。原来是他真正的主人来抓他回家了，没想到忙活一天屁都没玩上。此时的他被主人强行抱在怀里，就像在外贪玩不愿回家的小孩一样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还满是不舍地回头望向女主家，真是让人又心疼又好笑啊。一只幼年虎鲸突然涌出水面，拦住小哥的船，他的嘴里还叼着一根树枝。起初男子以为他的嘴巴被卡住了，于是想帮他把树枝从嘴里拽出来，可小虎鲸却咬着绳子死活不愿松开。等男人帮虎鲸把树枝取下后，没想到虎鲸又一口咬住了树枝。男人还以为小虎鲸是在和他玩耍，可没过一会儿，小虎鲸又浮出水面，小家伙还一直磨蹭在船边不愿离开，嘴里一直哼哼唧唧，看起来十分焦急，似乎想跟男人表达着什么，甚至还露出白色的肚皮向人类表示友好和信任。有多年渔民经验的他也意识到事情不简单，于是立即拨打了动物救援电话。接到电话的救援人员很快就出发了，他们开着快艇赶往小虎鲸所在的海域。虎鲸在看到救援队的到来后变得十分激动，他立刻改变方向朝着另一片海域游去，期间不断的涌出水面，希望人类跟着自己。救援队驾驶着快艇一路跟随，很快就在前方发现一群虎鲸漂在水面上。等救援人员下水观察后才发现，原来虎鲸妈妈的身体被人类的浮漂缠住了尾鳍，导致它动弹不得。小虎鲸为了救自己的妈妈，于是想到了去岸边向人类发出求助，他的另外2个孩子则留在这里保护妈妈。眼前的一幕属实让人感动，海洋漂浮的绳索比较粗，想要挣脱根本不可能，而虎鲸妈妈为了挣脱绳索使用了浑身解数，早已精疲力竭。于是救援人员赶紧帮她解开了束缚。经过一番操作，虎鲸妈妈终于得救，可获救的虎鲸一家却迟迟不愿离开。就当救援队准备撤离时，暖心的一幕发生了。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
虎鲸妈妈居然捕捉了一只魔鬼鱼，想送给救援人员表达感谢。救援人员说他从业救助20年都没见过这样的一幕。当救援队驱船离开时，虎鲸们依旧围着小船迟迟不愿离开。这时候又有几只虎鲸加入了进来，他们自觉地并成一排在小船前方领航。就这样，虎鲸群一直把救援队护送到岸边，拍打着水面向人类表达着最真挚的感谢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在彩虹的映衬下，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一幕简直太温馨了。一只流浪橘猫为了报恩，30天敬送了大神2526只手套，然而它却成了人们口中的神秘手套大盗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。节目组接到一起来自工地的求助电话，工人告诉记者，最近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手套大盗，钱财食物什么这些他都不偷，就偏偏盯着他们干活的手套偷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个小偷总是神出鬼没，至今都没人亲眼目睹过他作案。对此，工人们都十分苦恼，因为这个月大家的手套买了就丢，搞得所有人都苦不堪言。希望节目组可以抓到这个手套大盗。为了查清真相，夜晚小哥来到工地附近蹲点，没一会儿，一只橘猫映入眼帘。只见他鬼鬼祟祟看了看四周，在确认没人后，就一路小跑直奔工地而去。猫咪十分的警惕，时不时还停下进行侦查，一看就是要去干什么坏事。于是小哥连忙追上去，准备一探究竟。橘猫发现被人跟踪后，迈着飘逸的步伐，犹如黑夜中的行者，仅仅几秒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小哥提着手电，根本看不清他的去向。等再次发现橘猫时，他的嘴里已经多出了一只手套。这作案速度娴熟的像是混迹江湖的惯犯了。小哥还没来得及追上去，猫咪就飞身一跃跳进一户人家的院子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哥就拜访了这户人家，而院子里的场景直接把小哥惊得亚麻呆住了。只见地上被他偷走的手套堆积成山，数都数不过来。难道房主大婶就是手套丢失的幕后指使？大婶被小哥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连忙解释说偷手套的事跟他没关系，然后还没义气的带着小哥找到了昨晚的那只橘猫，指着说他才是偷手套的贼。橘猫发现被指证后也是满脸的尴尬。大婶说自己每天都会收到一堆手套，一开始还以为是谁的恶作剧，后来观察才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这只橘猫。可一只橘猫为什么要偷手套呢？原来大橘在很小的时候被人遗弃，现在又生下了一只小橘宝宝。大婶看他们可怜，于是经常给他们投喂一些食物。在大婶的悉心照料下，大橘从身材苗条的美女猫变成了一只幸福的胖水桶。自那以后，大橘就带着宝宝在附近生活。为了感谢大婶的恩情，大橘每天都会送一些蛇和小杰瑞给大婶。不过这东西一般人可无福消受，大婶只能将猫咪的礼物丢了出去。后来细心的大橘发现大婶平时干活时总会找手套戴上，他便认定送手套的话恩人肯定喜欢。自此江湖上便多了一个神秘的手套大盗。大橘每天早晚都来回往返工地为大婶偷来手套，因为担心大婶不够用，深夜大橘还加班加点的去工作。很快猫咪对大姐的爱化成了一座手套小山。为了报答大婶的恩情，他几乎将附近工地的手套全部偷了过来。或许很多人觉得他的行为非常可笑，但对于一只流浪猫来说，他已经把自己能想到最好的礼物送给了你，为此不惜冒险去偷盗。猫咪的做法固然不对，但谁又会去责怪一只懂事且感恩的小猫咪呢？当得知大橘的事迹后，大婶是既感动又愧疚。她知道猫咪偷东西的行为是不对的，可这毕竟是猫咪的一番好意，也不忍责怪她。于是她将全部的手套洗干净晾晒后，就准备将它们物归原主，同时也希望能获得那些工人们的原谅。为了杜绝大橘继续外出偷盗，善良的大婶决定正式收养这个懂事的毛孩子，并且还为他准备了一个温馨的小窝。大橘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，自此金盆洗手，这个江湖上再也没有手套大盗的传说了。万物皆有灵性，虽然他们只是在尘世间苦苦求存的小动物，但他们也知道谁对自己好。也许你只花一部分的时间，而他们却将用一辈子回报于你。如果你愿意，他们更会去努力感动你的心。衷心祝愿每个流浪的生命都会被温柔以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